拼场地找平是很多挖机师傅的噩梦。Hello， 老铁们，今天我们出来拼两个场地。为什么说拼场地是一些师傅的噩梦呢？是因为有些师傅从学出来差不多开了3、4年、4、5年的挖机，连找平都没找过，天天装车，或者是天天搞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导致找平找不来，找不好。一看到找平的活心里面就发慌，不知道怎么干。找平的动作他其实会，但是呢，这个找平的那个步骤他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就导致这个活干不下来。就比如今天我们这个活，我们在干之前呢，就要跟东家沟通好，他这个活是怎么干，往下面降多少，挖多少，挖出来的泥巴往什么地方转。我们把这些最基础的了解清楚了之后，就开始干活了。在干这个活之前我就是把这些东家需要的树木给它挖起来，他需要移栽的我们就跟他留一点泥巴，不需要移栽的就直接给它挖掉当柴火烧就 OK 了。我们把场地上所有的树木挖完了，就开始干这个活了。这个地方是整个第8车子上来的一条路，这个下面呢是一些比较抛松的土，我们把这个抛土把它挖掉，然后刚好上面呢有一些砖块石头，就把这些砖块石头挖下去换填一下，这样整个承重力就稍微好很多。然后多的这些泥巴我们就往边上堆。这条路我们大概的把它整平顺了，我们就先不管它了，就先上来把这个平面先收出来，最后再去修一下那个路，这样到时候我们接的这个路才接得顺。这个场地呢，东家的要求就是外面有个宝坎，依着那个宝坎的高度为标准，然后斜着往里面收，里面呢要比外面那个宝坎的高度高个几公分，有个流水面就可以了。然后多的泥巴全部往后面转，那后面呢有一个坑，也把所有的泥巴全部堆到那里。这个上去的梯子东家说不要了，让我们把它挖掉，到时候他重新倒一个，我们就把这一整块全部把它挖过去，把它填在这个边上，这样就相当于是个石头把它码在这里的。这个场地收到这个位置基本上都快收完了，旁边的后面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东家的，东家说后面这一块就不收了，他到地平了，只到前面那一块，这一块呢到时候喂个鸭子鸡子这些的，我们就把这一块全部的泥巴全部把它收了之后我们再来回的给它压一压。我们压的这个场地并不是为了好看才去压它，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把它压扎实一点，然后东家好倒混凝土。其二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收平的时候难免有些地方比较高，我们一压就可以把高的地方给它压下去，这样整个效果呈现出来就好看很多。俗话说得好，一压遮百丑，就是这个道理。最后我们再把这个上来的这条路再来修整一下。刚开始我们整这条路的时候就大概的收了一下，就没有细收，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和上面接顺的话，我们只有先把上面的活干完了，最后再来收这个路。大家有没有注意边上这个宝坎一直延伸到这个边上的这个地方有点高了，挖不动了，这个就等东家自己找人工去清理一下就 OK 了。这个宝坎的基础槽是我们以前来挖的，最开始东家的意思这条路不从这里下去，从旁边邻居家那里上来，最后东家临时决定还是在自己这里修条路上来比较方便，所以就从这里重新开了一条路下来。我们把这个路和上面的第8接顺了，我们也来回的给它压一压，这个活基本上也就结束了。结完账我们就把挖机拖到下个工地来。这个地方不知道老铁们对这里还熟不熟悉？之前呢东家这个房子着火被烧掉了，现在又重新修起来了，房子已经修好了。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场地也跟它平整一下。在挖之前我们还是跟东家沟通好，像这些树木它需要的我们就给它挖开，这个树木挖开了之后，我们再把场地上这些东家需要的石子儿，反正需要的东西东家舍不得丢的东西，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弄到一边去，把整个场地清理出来，这个活才好干。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一堆之前我们挖过来的泥巴多了的全部给它转到之前挖树的那个位置去。在挖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点，这个外面有很多大棚，我们尽量这个在旋转的时候多收一点小背，不然到时候一旋转这个石头掉下去容易把这个棚给人家打坏。
这个活前期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转土，从这个最里面一直转到最开始我们挖树的那块地里面去，基本上要转个3、4次才能转过去。转到这一块的时候，东家说这个地坪让我们尽量的不要给它挖坏，就将就这个地坪用，也就是为了节省一点钱这个地坪就不重新倒了。所以在干到这个活的时候，我们的干活方法就变了，就不能用斗尺去收了，我们就可以用脱平的方法去把这个土挖起来，这样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对这个水泥路面的伤害。所有的泥巴我们都转过来了，这个空地里面就把它散开，然后再把它收平就 OK 了。前面那棵树大家有没有注意最开始我们把它堆在这里的，但是下一步又跑到前面去了。东家说这个树本来是打算把它栽在这里的，想着把这个树栽在前面不好，所以又要求我们把这个树挖到后面来，把它栽到这个后面。这是一个李子树，东家说这个李子树特别好吃，然后就舍不得把它挖掉当柴火烧，就让我们跟它攒一下。树栽好我们再跟它回填一下，回填完我们再把整个场地来回的压一压，拍一拍，今天这个活也就照实结束了。好了兄弟们，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把挖机开到屋里面来品个场地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Hello 老铁们，今天我们出来干点活。东家房子前面这个地坝要比边上这个路矮一点，每次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沟里面的水走不赢，就会灌到这个地坝里面来，甚至雨大一点还会灌到屋里面去。所以东家就想把这个地皮抬高一点。在抬高之前肯定是要找一些土来回填的，所以东家就找了一个地方来取一些土。在取土之前，我们还是把这些渣子全部清理干净清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装车。车装完了，最后我们把这个路也跟它打整一下。这个路是乡村的一条小路，比较窄，我们这样装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变宽了基本上是一举两得。然后我们再把挖机拖过来，就把这个泥巴往里面转。其实这个活很适合微挖干的，但是我们这个乡里面没有微挖。在干这个活之前我也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60小挖机在里面基本上勉强能干活，所以我们才敢接这个活。屋里面的空间比较小，我们挖机在里面就施展不开。如果说这个泥巴一斗一斗的往里面转就转不进去不好干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其他办法。我们这个挖机有推土铲，我们就可以利用推土铲把这个泥巴往里面推。我们先把泥巴挖到这个口子上，然后再利用推土铲把它推进来。到了里面这一点我们再用斗把它散开就可以了。后面我们基本上就重复之前的动作就行。我们把右边的填完了，就开始填左边的了。当我们把整个房间都填好了，就开始收这个面了。不要看我们今天拿过来的这个泥巴里面有很多石头块块，其实那个全部都是泡砂石，一拍就碎了。这种土质特别适合回填这个地基了。这个地坪平好了，东家就会马上倒混凝土，所以我们在平的时候要使劲的跟它拍扎实拍紧，最后东家再在上面洒一洒水，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坪了。屋里面提高了几公分这个地坝肯定也要往上面提的。我们把屋里面拼完，就开始拼这个地坝了。大家请看，旁边这个房子其实也是东家的，但是旁边这个房子的地坪要比右边那个要高很多，就是因为这个水一过来就很容易灌到屋里面去，所以东家才临时决定把这个地坪和旁边那个房子全部往上面提一提，然后再倒上混凝土，整个地坝的高度就会高于边上那个路，这样水就不容易灌过来了。地坪我们拼完了，就来回的跟它碾压一下，就等着拉材料，我们就开始倒混凝土了。屋里面的混凝土只到5、6公分左右，也就是几黄的料。我们就把这个砂石混一下，混了之后就开始放水泥，开始搬料了。每次我们用挖机搬混凝土，就有老铁说我们在这里磨洋工在这里搅拌半天。用挖机搬混凝土的精髓就是要多磨洋工，多搅拌，这样你才搅拌的均匀。所以下次老铁们就不要再说我磨洋工了。
我们把混凝土拌好，然后就给他们挖到这个斗车里面，然后工人呢再一斗斗的把它推进去。混凝土每到1点，这个天就黑了。今天晚上啊，我们就加点班，把这个屋里面的地坪倒好了，就可以下班了。然后啊，明天再来到这个地坪。计划赶不上变化，隔壁那个邻居啊，下午从城里面回来了，看见东家把屋里面的地坪和外面呢都提起来了，然后啊，他边上啊就变矮了，他也想把它提起来，所以隔壁那个邻居啊临时决定，他们家那个地坪也要给它平起来。时间来到了第2天，由于啊东家是昨天下午才回来，屋里面有很多东西没收拾。然后呢，这个泥巴呀也没有，我们只有啊又把挖机拖到之前那个位置去，转了一些土过来。当东家把屋里面腾整完，我们泥巴拖过来啊，差不多也都快到中午些了。所以今天这个活呢，我们可能晚上啊又要加班了。今天我们平的这个地坪呢，要比我们昨天平的那个呀稍微好平一点，是因为邻居家这个房子中间呢没有柱子。我们操作起来才更方便啊，不畏手畏脚的。这个回填的高度和旁边那个呀是差不多的，然后啊拼完了也是用斗使劲的给它拍扎实拍紧，最后啊东家再撒一些水就可以倒混凝土了。我们把屋里面拼完了，最后把地巴这个面子呀也给它平一平，平好了呀也来回的给它压一压，压完了我们就开始搬混凝土了。本身最开始打算呢是屋里面这个和这个外面这个地巴的混凝土一起搅拌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虽然说看着很长，但是不够宽，就拌不开了，我们就分2次搅拌。我们混凝土刚拌好一会儿啊，这个天就快黑了。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晚上呢我们是打算把这个屋里面这个地坪呢还有外面这个地巴全部倒起来，大概呀要加到几点钟。其实我们上午耽搁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上午基本上都在玩，下午些才开始干的活。这个时候所有的混凝土都倒完了，挖机也上趟拖车了，时间呢都差不多快到3点了。明天还要早起，赶快回去睡一下。